你能想象站在一个深达12262米的洞口，听到从地球深处传来的声音吗？这不是科幻电影的场景，而是苏联科学家几十年前的真实尝试。在冷战的背景下，科学不仅仅是为了推动技术进步，更是一场比拼国家荣誉的竞赛。而这场竞赛的舞台从天空转移到了地球的深处，一个从未被探索的领域。1970年，苏联宣布启动科拉超深钻孔计划，这一计划的目标直指地球最深处。科学家们希望通过钻探获取地壳深处的岩石样本，解锁地球内部的奥秘。他们梦想着揭示人类从未触及的知识，甚至预测地球未来的命运。然而，这项被称为地球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计划，也埋下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危险与隐患。为什么苏联要不惜代价开启这样一场艰难的地质探索？地球深处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要完成这一壮举，苏联科学家需要克服的技术挑战超乎想象。他们设计了当时最先进的钻探设备，能够承受高温、高压，同时稳定运行。然而，挑战接踵而至，钻探深度越深，设备越容易损坏，钻头磨损速度快得惊人，甚至连地壳内部温度的异常升高都成为科学家们无法预测的变量。钻探过程中，团队日夜奋战，面对不断冒出的技术难题和不可控的自然现象，他们用智慧和毅力不断突破。那些参与计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有的甚至在项目中耗尽了毕生心血。他们坚信地球深处隐藏着解开自然之谜的钥匙，而他们是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者。随着技术障碍的逐步突破，团队终于接近10公里深度，但问题接踵而至：温度异常、设备故障、未知现象。这是否预示着人类不该深入地球深处？1979年，经过近10年的努力，苏联科学家终于突破了10公里这一标志性深度，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地壳内部温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测，已经达到180摄氏度，高于任何设备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岩信样本中开始出现前所未见的矿物质和化学元素，甚至有一些科学家报告听到奇怪的声音。这不是正常的岩层温度，我们正在触及未知领域。一名参与项目的科学家事后回忆道：“这种未知带来的不仅是兴奋，还有深深的不安。随着深度的增加，设备的失灵率开始激增，团队的工作变得越来越艰难。更令人惊奇的是，钻探中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仿佛来自地底深处的警告。地壳内部的高温是自然现象，还是某种警示？那些奇怪的矿物质和声音，是否暗示着地球深处的更多秘密？当钻探深度达到12262米时，科学家在地底捕获了一些令人费解的声波。有人描述这些声音像风的呼啸，有人则说更像是低语或者远处传来的哀嚎。更夸张的是，一些未经证实的传闻称，这些声波被解读为地狱之声。尽管主流科学家对这些说法嗤之以鼻，但在公众中，恐怖的地狱传说迅速传播。一些宗教团体更是将此视为神明对人类的警告：你们不该侵犯大地的秘密。这些声音究竟是仪器误差、地质运动，还是某种尚未被人类认知的自然现象？科学界试图给出合理解释，例如，某些学者认为，这些声音可能来源于深层岩石移动引发的低频震动。也有研究者推测，这些声波可能是由钻头与超高温岩层摩擦时发出的。然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完全令人信服。那些捕获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是地球深处的自然现象，还是某种未知力量的警示？科拉钻孔计划的一项重要成果是采集到深层岩信，这些岩信为地球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极其罕见的矿物，包括高压形成的微小金刚石结构以及异常丰富的金属元素。
这些发现不仅刷新了地质学认知，还暗示着地壳深处可能隐藏着更复杂的化学和物理过程。更令人震惊的是，岩心样本中还检测到微量的古代微生物化石。这些微生物可能存在于数十亿年前的地壳环境中，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早期进化。科学家们开始思考一个令人兴奋的问题：地球深处是否可能存在未知形式的生命？如果存在，它们的生存机制与地表生物会有多大不同？然而，这些发现也引发了争议。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些微生物化石可能是由于钻探过程中的污染导致的，无法完全证明地壳深处的生命存在。这些岩心是否真正揭示了地壳生命的存在？深层地球中是否隐藏着更多我们未曾见过的生物？1989年，克拉钻孔项目正式停止，苏联对外宣称的理由是经济困难和技术限制。然而，这一解释很快遭到质疑。彼时，苏联正处于解体的前夕，经济确实面临极大压力，但在外界看来，这个计划似乎停止得过于突然。一些内幕人士透露，项目停止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地壳深处的异常现象超出了科学家和政府的预期。温度过高、岩层不稳定，再加上捕获的神秘声波，都让这项计划变得愈发危险。另一个流行的理论是，冷战的结束让这个充满政治意义的项目失去了必要性。在没有了与美国竞争的迫切压力下，继续消耗巨额资金已不再合理。加之苏联国内经济问题日益严重，资源优先分配给了更紧迫的领域。是技术的极限阻止了计划，还是苏联隐藏了某些无法公开的发现？克拉钻孔计划的停止不仅带来了未解的科学难题，也引发了许多阴谋论和迷信说法。一些宗教团体宣称钻探触及地狱的边缘，而神秘学者则认为苏联的科学家可能无意中释放了地球深处的某种未知力量。在这些传闻的传播中，媒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9年，一篇关于地狱之声的报道在欧美广泛流传，甚至被一些严肃媒体引用。尽管科学家一再辟谣，认为这些报道毫无根据，但公众的想象力显然更乐意接受戏剧化的解释。科学界试图用事实反驳这些迷信说法，强调钻探过程中发现的所有现象都有科学依据。然而，至今仍有部分声音坚持认为，苏联科学家挖掘出的不仅仅是地壳岩层。为什么迷信说法如此深入人心？地球深处的真正秘密是否有朝一日会被揭开？失败的克拉钻孔计划实际上为人类积累了巨大的科学财富。尽管没有触及地壳与地幔的边界，这次尝试依然极大推动了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和钻探技术的发展。通过分析岩心样本，科学家揭示了地球深处许多未知的秘密。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地壳温度分布的异常，这表明地下热能可能比人类预估的更加复杂。此外，钻探还验证了一些地震波理论，帮助科学家进一步了解地壳内部结构。这些知识不仅为地球科学提供了重要数据，也为未来的能源勘探和地质灾害预测提供了技术支持。然而，这些成果的背后是无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努力，以及苏联政府的巨额投入。尽管项目终止，克拉钻孔计划的影响依然深远。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我们虽然没能到达目的地，但至少我们迈出了第一步。克拉钻孔的遗产是否足以推动人类重新尝试挑战地球的极限？克拉钻孔计划结束后，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深地探测的技术和伦理问题。深地探测不仅需要克服极端的自然环境，还需要大量资源支持，而这些资源的分配往往与政治和经济挂钩。此外，深地探测可能引发环境伦理争议。一些学者担心，过度开发地球深处可能破坏地壳的自然平衡，甚至引发地震等灾害。还有人提出更大胆的假设，地壳深处是否存在某种形式的生态系统？如果是这样，人类的深入是否会破坏这种未知的生态平衡？这些讨论不仅是科学层面的思考，也涉及哲学和伦理学的领域。
如何在科学探索和自然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成为深地探测领域一个永恒的难题。人类是否有权利深入地球深处？技术和伦理的冲突该如何解决？科拉钻孔的停止并未让深地探测成为历史，相反，多个国家和组织从中汲取了经验，继续推动深地探测技术的发展。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陆续启动了自己的深地钻探计划，希望在地壳深处寻找新的科学突破。其中，中国的松辽盆地钻探计划取得了显著进展，目标是深入了解陆相沉积盆地的地质演化和油气资源。美国也尝试通过海底钻探，探索地壳与地幔之间的边界。而私人科技公司也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希望通过深地探测为新能源开发找到新的方向。然而，国际间的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深地探测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和先进的技术，这使得它不仅是科学问题，也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深地探测是否会成为下一场国际科技竞赛的焦点？谁将引领这场地球内部的太空竞赛？尽管人类对地球内部的了解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例如，地壳与地幔的边界条件究竟如何？地球深处是否存在与地表截然不同的生态系统？甚至有人大胆猜测，地球深处是否可能隐藏着某种未知的智能生命？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需要未来更大胆的探索来揭示。然而，技术的限制和伦理的困境始终是不可忽视的挑战。正如科拉钻孔计划所展示的，科学探索往往是突破极限的过程，但也是充满未知风险的旅程。人类何时能够真正揭开地球深处的秘密？未来的深地探测是否会带来颠覆性的发现？科拉钻孔计划是人类探索地球深处的第一次重大尝试，虽然未能达到最终目标，却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它不仅是一次科学突破，更是一场跨越科学、伦理和哲学的思考。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加深，人类有望突破更多的极限。然而，地球深处的秘密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揭开。